台北捷运红线坐到北投，下车后同站换乘往新北方向的线路，就能搭上这趟充满游乐感的列车。浴桶内的萤幕分别介绍北投的交通、美食与温泉，路线很短，或许是为了让乘客有时间可以看完完整介绍，所以列车行驶得很慢。出站往光明路走不到1分钟，就能看到这家水美温泉会馆，门口还在进行日本友好温泉会馆的彩灯展出介绍。这是春节假期中的一天，我们全家打算来泡一泡温泉。虽然住在北投，但泡温泉的次数屈指可数。这是第2次，随便选了一家。他电梯不到，走上去3楼。走走。这家温泉会馆看起来有一定年份了，但是维持得很整洁，木质楼梯古色古香。小朋友也对于可以在大池子里泡澡很欣喜。我们随着指引上到3楼。让我有些意外的是，房间直奔主题，就是泡澡池而没有床，并非一般的温泉客房。它有提供免费的水跟免费的宝矿力，这里有棉签、身体乳、吹风机，一些基本的配备。它是有一个这个水池，其实还蛮大的，而且还有这个台阶可以坐在那里。我看这个水池非常大，可以挤下10个人，所以我们4个人是足够的。这里有一个冷水池，它只有一个冷水。这里是先冲身体的地方，洗澡的地方。这阳台呢？这阳台不能出去的，这门不能开的，就这样。其实它这种装修就是虽然时间很久，但看上去就还好。但是它像这边，这个就有点那个了。就是这样子的房间。隔音很差，外面都听得到里面在讲什么，里面也听得到外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5年前从上海来到台北生活，是2个小孩的2宝爸，在一家旅行社做美编，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好吃吗？现在是春节假期里面，我们作为北投人，台北最靠北的北投。来到北投泡温泉。之前呢有在台湾泡过一次，有在台北，有在北投泡过一次温泉。作为一个观光客，真的不知道北投泡温泉的行情，所以当时订了一家温泉饭店，1晚上的价格要7000元，很夸张。然后我们在去的路上，司机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自己家里不能泡吗？因为我们家离阳明山的温泉也是不算远，大概2公里以内。但可惜的是，我们家没有接到那个温泉管道的水。”我们现在已经在美代温泉酒店，我们看看这个浴室是怎么样的。哇，这个池子，这里面可以游泳哦，仲秋，你要不要游泳？很大的，哎，妹妹不要去玩马桶，过来，哎，出去，跟哥哥去跑，跳，跟哥哥床上去跑，跳。哦，榻榻米房间，
最适合小朋友在里面爬来爬去，都不怕他们从床上滚下来，随便睡。但是北投的温泉这么贵的吗？我好惊讶哦！就是住在北投，然后来这边2公里不到，就要花那么多钱住一晚上，有点心痛。但是算了，就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嗨一下。我就北投人，所以我就很不熟这里啊，因为我不可能会来住这个旅馆。这个房间，但是这个房间看起来有年纪了，有，所以应该也是不至于到太离谱的贵吧？7000多，好，算贵吗？算贵吗？不是，你说我一个北投人，我对平常住在这里是不用钱的，对我家就在旁边。我也觉得，叫我花7000我块来也觉得住一个，是有点心痛。然后那个我带2只叫计程车过来，然后那个司机就说你们住哪里吗？我都不好意思讲说北投，我说奇岩。然后他说奇岩也很近，他说奇岩你们没有通温泉管道吗？对啊，奇岩几乎就是已经可以直接在家里装温泉了，我觉得。然后我看这里平时的价格好像3000。对啊，因为然后这2天还订不到，我再晚一点订，这边就订不到了。然后你上来有看到那个露天的那个40块一个人的那个排队，我看到那个排队好夸张哦，台湾人这么夸张。因为天气冷啊。住北投真的感觉来这里泡温泉好贵啊。然后7000多就在离家1站捷运站的距离住一晚上。你真的很有钱你可以把钱省下来，拿去买一些藏珠美珠的。算了，偶尔一次，我也没有来台湾，你就当做我是一个上海人来北投泡温泉，不是一个北投在地人来泡温泉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订了这一家水美温泉会馆，也是等于我来到台湾第2次来北投泡温泉。我没想到他的房间是这样子的，可能我们订的房间不对吧？还是春节里面他就安排到这样的房间，就是它只是有2个池子，然后有那个温泉的汤屋就是这样，那床都没有，休息有那种有床的，你要看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订到的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一开始很疑惑，就是我在 Klook 上订，那个价格很便宜，几百块。后来付钱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个是人民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Klook 它的货币帮我算的是人民币，所以这样一个房间订了90分钟，它是352元人民币，算下来也就是1300、1400的价格。那他现场买的好像是1600，90分钟，所以还算可以，这个价格蛮便宜的，4个人一起泡90分钟可以。小朋友是不要钱，因为12岁以下不要钱。那今天就是在年假期间来泡泡温泉、洗洗澡冲掉一下去年的疲劳啊。泡温泉就不宜拍摄了，只能用 AI 模拟一下大概的样子。总之，过程中我们全家都很享受，也没想到小朋友会那么喜欢。价格看起来还算实惠，又可以打发2个小时左右，看来下次可以作为一个常来的项目了。结束完温泉，我们转场到士林夜市。果果说，这是他小时候拿了春节红包就会来玩乐的地方。一路上有好多家彩票行，异常热闹，广播也非常煽动人心，不时播报奖金多少，获奖人数又有多少，让人听起来中奖几率非常高，只要买了就能人人有奖。幸好我是一个自认这方面财运一般般的人，所以也没有头脑发热一掷千金，抱着玩一玩的心态，让小孩挑了一张，感受一下刮奖的过程。果果的运气还不错，刮开的奖金能抵上彩票的金额，算是没有亏钱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张应该是中500。而我们选的这张，当然也没有亏钱，而是把钱给到彩票发行方，让他们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路过夹娃娃店，小朋友当然很难抵挡诱惑，打开了自己的红包，当然已经提前被我扣除了儿童限制税。
留给他们的金额就当了解一下钱的作用吧。都是你的啊，但是你不一定全都是在这里用完啊，你先可以把钱拿好。那这些都是你的，对啊。你看几个，一共换了几个？ 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怎么会10个？当日运气真的不错，有夹到一人一个小玩具。我心里想，现在的物质已经比我小时候好太多了，还未上小学的孩子就能有那么多钱可以支配。虽然现在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多少的概念，而我小时候直到小学能拿到10块钱人民币的零花钱已经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了。这可能也是我到现在理财观念都不太好的原因吧。随后继续漫步在士林夜市，感受新年假期的气氛。不过说实话，过年期间的士林夜市和平时没太大区别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张灯结彩、锣鼓喧天。其实泡完温泉非常想睡觉，而小朋友在夜市里找厕所也不太方便，于是没有走多久，我们还是找了一家路边室内餐厅，打发完一顿晚餐后，这日的活动也接近尾声，我们就下次出行再跟大家分享啦。大家再会。